鸟的天堂。我们吃过晚饭，热气已经退了，太阳落下了山坡，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。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，很快就到了河边。在河边大树下，我们发现了几只小船。我们陆续跳上一只船，一个朋友解开了绳，拿起竹竿一拨，船缓缓地动了，向河中心移去。河面很宽，白茫茫的水上没有一点波浪，船平静地在水面移动，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划，那声音就像一支乐曲。在一个地方，河面变窄了，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，树叶真绿的可爱。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，看不出主干在什么地方。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，朋友们马上纠正我的错误。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，另一个朋友说是2株。我见过不少榕树，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，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。真是一株大树，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，枝上又生根，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，伸进泥土里。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，从远处看，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。榕树正在茂盛的时期，好像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。那么多的绿叶，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，不留一点缝隙。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，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。这美丽的南国的树。船在树下泊了片刻，岸上很湿，我们没有上去。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，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，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。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，等我注意去看，却不见一只鸟的影子，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，像许多根木桩。土地是湿的，大概涨潮的时候河水会冲上岸去。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，我不禁这样想。于是船开了，一个朋友拨着桨，船缓缓地移向河中心。第2天，我们划着船到一个朋友的家乡去，那是个有山有塔的地方。从学校出发，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。这一次是在早晨，阳光照耀在水面，在树梢，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。我们又把船在树下泊了片刻。起初周围是静寂的，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，我们把手一拍，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，接着又看见第2只、第3只。我们继续拍掌，树上就变得热闹了，到处都是鸟声，到处都是鸟影，大的、小的、花的、黑的，有的站在树枝上叫，有的飞起来，有的在扑翅膀。我注意地看着，眼睛应接不暇，看清楚了这只，又错过了那只，看见了那只，另一只又飞起来了。
一只画眉鸟飞了出来，被我们的掌声一吓，又飞进了叶丛，站在一根小枝上，兴奋地叫着，那歌声真好听。当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划去的时候，我回头看那被抛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，我感到一点留恋。昨天是我的眼睛骗了我，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。